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贾玲登顶，刘亦菲、赵丽颖紧随其后。内娱女星路人缘榜单出炉，凭什么？一份号称综合了各大社交平台数据的内娱女明星路人缘 Top 50榜单在网络上迅速流传，引发了大众与媒体的广泛探讨。这类非官方但数据维度看似丰富的榜单，向来是吃瓜群众检验明星公众形象的一面镜子。此次榜单将贾玲推至榜首，刘亦菲与赵丽颖紧随其后，这一结果既在意料之中，又牵扯出了关于路人缘究竟该如何量化的深层争议。贾玲登顶榜首，可以说是大众情感认同的一种直观体现。作为国民级喜剧人，她凭借真诚的性格和极具亲和力的荧幕形象，积累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在其跨界执导并主演的电影取得票房奇迹后，她不仅展现了作为女性电影人的坚韧与才华，更通过真诚的自我蜕变赢得了跨越圈层的尊重。这种毫无攻击性的国民好感度，是任何精心包装的公关团队都难以复制的，使其在路人盘的投票中拥有了绝对的压倒性优势。位列亚军和季军的刘亦菲与赵丽颖，则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路人缘收割模式。刘亦菲的观众缘建立在其不可替代的神仙姐姐光环之上，多年来的低调作风与不争不抢的佛系姿态，让她的美在岁月沉淀中褪去了最初的青涩，转化为一种从容的古典气韵，从而在各个年龄段的观众中维持着极高的好感度。而赵丽颖的突围则是一部标准的职场大女主奋斗史，从草根配角到收视扛把子，她凭借多部现象级剧集稳扎稳打，其身上的坚韧特质和不断突破舒适区的敬业精神，极大地引发了当代普通打工人的情感共鸣。两人一静一动，一靠天赋神颜加成，一靠后天拼搏逆天改命，共同稳固了榜单头部阵营。然而，随着榜单热度攀升，关于其权威性与评选逻辑的质疑也甚嚣尘上。路人原本是一个极其主观且动态变化的概念，包含着公众对明星业务能力、私德、性格甚至某次采访金句的综合印象。将这种模糊的公众情绪转化为具体的排名数字，不可避免地带有数据拼凑的嫌疑。有观点指出，榜单中部分排名靠前的艺人近期恰好有作品上线，曝光度的增加无疑会短暂拉高网络讨论热度，这与真正长期沉淀的路人缘并不能简单划等号。无论这份榜单的统计模型是否经得起推敲，它都折射出了当下娱乐圈受众心态的转变。在粉丝经济依然大行其道的当下，大众越来越看重明星作为公众人物的真实质感与社会价值。对于上榜女星而言，这既是对过往路人盘的肯定，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对于行业而言，如何平衡流量数据与大众口碑，引导艺人依靠过硬的作品和端正的品行去赢取真正的长红，或许才是这份榜单背后值得深思的命题。看完这份所谓的内娱女星路人缘 Top 50榜单，我最深的感受不是谁拿了第一，而是排在前几位的几位女演员，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她们未必是热搜最多的人，却都是让普通观众愿意停下来多看一眼的人。贾玲能够排在第一，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很多人喜欢她，并不是因为她有多少流量，而是因为她身上一直有一种真实感。无论是做喜剧演员，还是后来拍电影，她给人的感觉始终没有距离感。尤其是在电影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大家看到的不只是票房成绩，更看到了一位女性创作者一步一步突破自己的勇气。很多观众愿意支持她，并不是粉丝心态，而是真心觉得这样的人值得成功。这种发自内心的认可，往往比任何营销都更有力量。刘亦菲能够稳居前列，同样符合大众印象。
她这些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节奏，不争不抢，也很少主动制造话题。从《仙剑奇侠传》到《梦华录》，她留给观众的不只是美貌，还有一种很舒服、很自然的气质。很多人提到刘亦菲，第一反应依然是神仙姐姐，这不仅仅是因为外形，更是一种多年积累下来的公众好感。能够20多年依然保持这样的口碑，本身就是一种实力。而我最想说的还是赵丽颖。如果说刘亦菲代表的是一种天生自带观众缘，那么赵丽颖更像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把路人缘慢慢积累出来的人。这么多年看着赵丽颖一路走来，真的会发现她的每一步都走得特别扎实。从最初默默无闻的小配角，到后来凭借《陆贞传奇》《花千骨》《楚乔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风吹半夏》等作品一步步站稳脚跟。她没有所谓的一夜爆红，而是一部作品接着一部作品，把自己的名字刻进了观众心里。很多人喜欢赵丽颖，并不是因为她永远漂亮，而是因为她身上那种普通人能够共情的奋斗精神。她没有耀眼的背景，也没有一路顺风顺水，却一直在不断挑战新的角色。从古偶到现实主义题材，再到电影，她总是在尝试突破自己。这样的成长轨迹很容易让普通观众产生代入感。这些年网络上关于赵丽颖的争议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讨论她的外貌变化，有人评价她的造型，也有人质疑她的选择。但有意思的是，每当新作品播出，大家最终讨论最多的还是角色本身。因为对于演员来说，作品永远比话题更有说服力。其实所谓的路人缘，我一直觉得不是一天形成的，它不是微博热搜的数据，不是谁家的粉丝更能打榜，更不是短时间制造出来的话题热度，而是一个演员很多年留给大众的整体印象。当观众想到赵丽颖，会想到认真拍戏；想到刘亦菲，会想到从容优压；想到贾玲，会想到真诚温暖。这些标签都不是营销能够轻易包装出来的，而是时间一点一点沉淀下来的。当然，这份榜单到底有没有权威性，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毕竟路人缘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主观的感受，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观众都有不同答案。今天排第一，明天也可能发生变化，没有任何一份榜单能够真正代表所有人的看法。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情：现在越来越多的普通观众已经不再只关注谁的话题最多、流量最高，而是开始重新重视演员本身带来的价值。真正能够长期留住观众的，依旧是作品、人格魅力以及多年积累下来的口碑。所以，比起纠结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我更愿意把这份榜单理解成一种大众情绪的反馈。能够长期出现在榜单前列的人，或许未必是最火的人，却一定是最容易获得普通观众认可的人。尤其是赵丽颖，这几年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转型，从流量演员成长为越来越成熟的实力派。她没有停留在舒适区，而是不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她的路人缘越来越稳。很多人可能不是她的粉丝，却依然愿意打开电视追她的新剧，愿意相信她能够塑造好一个角色。我想，这才是真正难得的地方。因为真正的路人缘，从来不是靠一时的人气迎来的，而是靠一部部作品、一年又一年的坚持，最终换来的信任。当一个演员能够让普通观众愿意支持、愿意期待、愿意相信，那么无论榜单如何变化，他都已经拥有了最珍贵也最持久的认可。复婚生子传闻真相大白后，38岁赵丽颖高调现身，冯绍峰当初没说谎。提起赵丽颖和冯绍峰，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两人曾因戏结缘，从荧幕中的合作伙伴走到现实中的夫妻，后来迎来了孩子，又在婚姻走到尽头时选择和平分开。几年时间过去，关于他们复婚、再婚，甚至再生二胎的传闻
始终没有真正消失。很多人抱着传统观念去看待这段关系，两个人没有闹得不可收拾，没有公开互相攻击，还有一个共同的孩子作为连接，似乎重新走到一起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各种传闻不断流传，从最初的猜测到后来越来越具体的消息，甚至让一些并不关注娱乐圈的普通网友也渐渐相信他们或许真的会重新走回彼此身边。直到38岁的赵丽颖再次高调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曾经围绕两人的各种猜测似乎终于慢慢有了答案。回头再看冯绍峰当年说过的一些话，也不得不承认他对这段关系的理解其实一直都很清醒。两人当年官宣离婚时，处理方式十分体面，没有互相指责，没有关于财产问题的争议，也没有为了孩子抚养权发生争执。他们只是平静地表示会共同承担父母的责任，一起陪伴孩子成长。这样的结束方式让不少见证过他们恋爱和婚姻的观众感到惋惜。在很多人的想象里，一段婚姻只要没有严重伤害，只要还有孩子这个纽带，就应该存在重新修复的可能。尤其后来两人多次被拍到一起接送孩子，陪伴孩子外出，画面中的他们相处自然，没有尴尬，也没有明显距离感，更加让外界相信他们复合只是迟早的问题。这些年来，关于两人的传闻甚至不断升级，从私下复婚到重新领证，再到已经生下2胎，各种版本层出不穷。虽然双方工作室曾多次进行澄清，但在大众对于破镜重圆的期待面前，事实往往很难迅速平息流言。只是很多人在期待他们重新走到一起时，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当初两个人选择分开，并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简单的一场争吵。这段关系走向终点，其实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回头看赵丽颖和冯绍峰的婚姻，并没有太多戏剧化的冲突，也没有外界想象中的狗血情节。他们真正面对的问题，更像是两个人的人生轨迹逐渐产生了差异。赵丽颖一路走来的经历，让她形成了坚韧、独立且极具目标感的性格。从一个普通背景出发，到一步步成为家喻户晓的演员，她靠的是多年积累和不服输的精神。那些年里的努力，让她比很多人更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让事业成为她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即使结婚生子，她也没有想过彻底停下脚步。对她来说，演戏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热爱，是证明自己价值的重要方式。她始终掌握着自己人生的方向，希望通过不断努力，让自己站得更稳。而冯绍峰的成长环境和性格特点则与他有所不同。他成长条件相对优越，性格更加细腻感性，也更加看重家庭生活中的陪伴和温度。他期待的是一种稳定、温暖的生活状态，希望另一半能够在事业之外，也给予家庭更多关注。一个习惯不断向前冲，把事业当作人生动力；一个更向往平静的生活，希望拥有更多相处时间。这样的差异，在最初相处时或许并不明显，但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在聚少离多的状态下，问题便逐渐显现。两个人并不是没有感情，也不是谁做错了什么，只是他们慢慢发现彼此期待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一致。一个想继续奔向更大的舞台，一个更希望拥有稳定的家庭陪伴。当两个人都没有办法真正改变自己时，放手或许反而是一种成熟选择。很多人认为孩子可以维系一段婚姻，但真正长久的感情从来不是靠孩子维持，而是建立在彼此理解、价值观契合以及生活节奏一致的基础上。如果两个人的方向不同，即便勉强重新走在一起，也可能再次面对曾经的问题。就在复婚传闻不断出现的时候，赵丽颖迎来了新的公开动态。7月16日，她的工作室发布了一组活动照片，照片中的状态让不少人眼前一亮。
镜头里的她剪了一头干练的齐耳短发，整个人显得更加清爽利落。相比早年作品中的青涩模样，如今的她多了一份经历岁月后的从容和成熟。她身穿黑色细吊带长裙，设计简约却充满质感，身形依旧挺拔纤细，整个人状态自然，没有外界传言中的疲惫感，更没有所谓的孕态迹象。她的妆容也十分淡压，没有刻意营造浓烈的精致感，而是保持清透自然的风格。柔和的眼妆，温婉的唇色，让她整个人呈现出一种安静而坚定的气质。无论是面对镜头时的眼神，还是站在窗边的侧影，都能感受到一种稳定和舒展。那不是刻意展示出来的强大，而是经历过人生变化之后，对自己状态的一种坦然接受。如今38岁的赵丽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经营生活。工作上，她认真挑选剧本，不断磨练演技，一步一个脚印地提升自己。生活中，她把更多时间留给孩子，安静陪伴孩子成长。她不依靠私生活制造话题，也不被外界的声音牵着走，更没有反复纠缠过去的是非。那些关于复婚、生二胎的猜测，在她如今展现出来的状态面前，似乎已经失去了支撑。对于现在的赵丽颖来说，婚姻不再是证明人生完整与否的唯一答案。把自己活得足够强大，成为自己的依靠，比勉强维持一段关系更加重要。而冯绍峰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如今再回头看，也有了不同的意味。在早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谈到赵丽颖时，语气中既有欣赏，也带着几分理解后的无奈。他的世界里面都是戏，而且这是他最大的爱好。当时很多人只是把这句话看作丈夫对妻子事业的认可，但如今再看，这句话其实已经点出了两个人关系中的一个核心差异。对赵丽颖而言，演戏从来不只是工作，而是融入生命的一部分。从跑龙套时期的默默坚持，到后来成为能够独挑大梁的演员，她所有的成就感、自信和人生方向都与演艺事业紧密相连。结婚生子没有改变他追求事业的决心，离婚分开也没有打乱他前进的节奏。这些年，他没有利用感情经历博取关注，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作品和自身成长上。两人偶尔同框陪伴孩子，也只是履行父母应尽的责任。他们之间保持着清晰的界限和成熟的相处方式。赵丽颖选择的人生方向一直很明确。他知道自己想走什么样的路，也愿意承担选择带来的结果。其实，他们的分开并不存在简单的谁对谁错。曾经相爱，也曾经共同走过一段人生旅程。后来发现彼此追求不同，于是选择体面结束。能够理解对方的不同，也能够尊重彼此未来的道路，这或许才是成年人面对感情最成熟的方式。对于赵丽颖和冯绍峰而言，曾经拥有过美好的回忆，也已经完成了彼此人生中的重要陪伴。如今各自向前，也未必不是另一种圆满。观点仅做分享，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聊聊自己的看法。互联网信息纷繁复杂，请理性看待相关内容，不进行无依据猜测和人身攻击。很多人一直期待赵丽颖和冯绍峰能够破镜重圆，甚至这些年关于复婚、生二胎的消息一波接一波。但认真看完这件事的发展，我反而越来越觉得，大家真正放不下的，也许不是他们本人，而是我们心中那个圆满结局的执念。赵丽颖这次公开亮相，最打动我的不是黑色长裙，也不是利落的短发，而是她身上那种特别平静的状态。没有刻意回应留言，没有借着热度解释什么，只是安安静静出席活动，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经历过婚姻、离婚、网络舆论，再到如今重新投入工作，她的眼神里多了一份沉稳，也多了一份对生活的笃定。其实回头看冯绍峰当年说的那句话，他的世界里面都是戏，而且这是他最大的爱好，如今反而更能理解其中的意思。
这句话并不像很多人后来解读的那样是在抱怨，更像是一种理解，也是一种无奈。他知道赵丽颖热爱表演，也知道事业对于她来说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生都想坚持的梦想。这些年，赵丽颖一路从花千骨知否到风吹半夏，再到不断尝试现实题材角色，能够明显感受到她一直在挑战自己，而不是停留在舒适区。她选择作品的标准越来越高，对角色的投入也越来越认真。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这种始终保持成长的态度，比任何热搜都更有价值。也正因为如此，我越来越觉得他们当初的分开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谁辜负了谁。有时候两个人都很好，却未必适合一直走下去。一个希望不断向更高的目标前进，一个更期待稳定温暖的家庭生活。没有谁对谁错，只是人生节奏不同而已。很多网友总觉得有了孩子就应该复婚，但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孩子可以让两个人成为共同的父母，却不能自动解决婚姻里所有的问题。真正成熟的父母不一定要重新成为夫妻，也可以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一起陪伴孩子成长。更让我欣赏赵丽颖的是，她这些年几乎没有利用私人生活制造话题。面对各种复婚、生子、再婚等传闻，她始终没有过多回应，而是把答案交给时间。她继续拍戏，继续生活，继续照顾孩子，用行动告诉大家，人生还有很多值得投入的事情。38岁的赵丽颖身上已经没有了年轻时急于证明自己的锋芒，却多了一份历经风雨后的从容。她不再需要依靠婚姻证明幸福，也不需要依靠别人的评价证明成功。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认真演戏，认真做母亲，也认真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幸福。所以，与其一直期待所谓的复婚大结局，我更愿意看到现在这样的赵丽颖。她没有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活成了自己想成为的人。曾经相爱是真的，如今各自安好也是真的。人生并不是所有故事都要回到起点，有些关系最好的结局就是彼此祝福，共同承担责任，然后继续向前。或许这也是赵丽颖和冯绍峰这段感情留给大家最大的启发。真正成熟的爱情不一定非要白头到老，真正体面的离别也不是互相埋怨，而是在理解中放手，在尊重中前行。这样的结局没有轰轰烈烈，却比许多充满争吵和消耗的关系更加值得尊敬。赵丽颖估计要慢慢淡出荧幕了，理由特别简单，根本不是接不到好剧本，是她攒下的经典作品实在数不过来。赵丽颖或许真的会慢慢减少出现在荧幕前的频率，但原因可能并不是外界猜测的无戏可拍，恰恰相反，她手里积累下来的经典作品已经多到让人很难忽视。2026年7月，娱乐圈里关于85花友人可能退圈的消息一度成为热门话题。虽然最初爆料的博主后来公开道歉，但赵丽颖要退这几个字还是像一根小刺一样扎进了粉丝心里，久久没有消散。事情之所以引发讨论，原因其实很简单，赵丽颖已经连续14个月没有进入新的剧组。对于普通演员来说，1年多没有拍戏或许并不算特别异常，但放在赵丽颖身上却显得格外不同。毕竟过去的她曾经是娱乐圈出了名的拼命三娘，2年时间里连续拍摄9部作品，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事业当中。她最近一次进组拍戏的消息还是2025年5月小城大事杀青。这样的空窗期对于曾经高强度工作的赵丽颖来说确实显得有些反常。但如果说她是在慢慢淡出荧幕，或许并不是因为没有好剧本，而更像是她主动按下了暂停键，选择重新安排自己的人生节奏。2026年2月，赵丽颖接受《Elle》杂志采访时曾坦言，是我自己要停的，我没消失，就是想换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这句话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她并不是离开娱乐圈，也不是对事业失去兴趣，而是在小城大事结束拍摄之后，想给自己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长假，好好回归生活。出道20年，她塑造了59个不同角色，从最初跑龙套、出演配角，到后来一步步成为顶流女演员，这一路走来，她几乎没有真正停下来休息过。尤其是2024年至2025年这2年，她主演的9部作品陆续播出，拍戏、宣传、参加活动、录制节目，她的生活长期处于高速运转状态，每一天都被切割成无数碎片。她曾说过一句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的话：当我成为母亲的同时，其实也在重新学习怎样当一个女儿。这句话背后是一个女人在人生不同阶段里的重新审视。她不是逃离事业，而是在寻找那个曾经被忙碌生活忽略的自己。2025年春天，小城大事杀青之后，赵丽颖开始尝试一种更加缓慢、更加真实的生活方式。天气晴朗的时候，她会骑车出门，找一块空地晒太阳，安静地发呆，看孩子们奔跑、玩耍。她会陪儿子反复观看同一部动画，也会带孩子一起去露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段时间就像是在进行一次进场大维修，不是停摆，而是调整状态。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是淡出，而不是简单的休息？答案其实很明显，赵丽颖拥有太多拿得出手的作品。从2015年的《花千骨》开始，她掀起了仙侠剧热潮。后来，《楚乔传》网络播放量突破400亿次，成为当年的现象级作品。再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她用细腻的表演塑造了盛明兰这个深入人心的角色。之后，《风吹半夏》《幸福到万家》又组成了她在现实主义题材领域的重要代表作。2026年开年播出的《小城大事》，收视峰值达到2.6%，豆瓣评分7.8，也再次证明了她对于作品质量的把控能力。曾有网友盘点赵丽颖最具代表性的10部电视剧，而其中任何一部拿出来，都足以成为不少演员职业生涯里的代表作品。奖项方面，她同样成绩亮眼。2024年，她凭借电影《第20条》中几乎没有台词的聋哑母亲郝秀萍一角，获得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同年9月，她凭借《风吹半夏》获得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10月，她又凭借同一角色获得金鹰奖最佳女主角。1年之内拿下3大主流奖项，这样的成绩在85后女演员中十分罕见。如今，她距离完成电视剧领域奖项大满贯，只差一个白玉兰奖。虽然2026年白玉兰奖第4次冲击未能入围，但手握飞天奖和金鹰奖双料视后的她，早已经不需要靠奖杯证明自己的实力。再回头看赵丽颖2026年的状态，其实会发现她并不是没有工作，相反，她依然有不少重要项目在推进。定档7月25日上映的央视重点历史大片《澎湖海战》，她亲自完成了大量高难度动作戏。与于和伟合作，由张永新执导的刑侦正剧《目光前行》也已经确定由她担任女主。此外，古装大剧《九重天》也已经完成后期制作。这些优质项目和库存作品早已经排到了未来几年。与此同时，它的商业价值也没有因为减少曝光而下降。在事业空窗期间，她拿下了纪梵希彩妆和香氛双线全球代言，成为该品牌100年以来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华人女星。2026年1月，乳业品牌认养一头牛也正式官宣她成为品牌代言人。事实上，这段时间递到赵丽颖手上的剧本并不少，甚至超过几十个，但其中大量作品都是套路化古偶、流水线甜宠剧，人物设定相似，剧情缺乏突破。这些项目她基本都选择拒绝，甚至包括一些热门制作公司的邀约，也因为角色缺少新鲜感被她放弃。对于如今的赵丽颖来说，
数量已经不是他追求的目标，真正重要的是作品能否留下价值。7月12日晚，赵丽颖粉丝对接账号发布了一条粉线消息，本月确有新增活动，但性质不公开，没有正式海报，也没有红毯预告。但这条消息发布后，评论区迅速成为粉丝们的安心现场，大家纷纷留言表达有工作就行。其实粉丝在意的并不是一次活动本身，而是在退圈传闻不断发酵的时候，这条消息证明了赵丽颖依然正常工作，依然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进。这比任何解释声明都更有力量。赵丽颖如今所谓的淡出，更像是一种拥有选择权之后的主动调整。她已经走过了靠曝光证明自己的阶段，也不需要每天通过路透、热搜来证明存在感。她可以拒绝不适合自己的剧本，也可以拒绝不必要的忙碌。14个月的空窗不代表停滞，而是在为下一次出发积蓄力量。真正有实力的人，往往敢于留白。等到赵丽颖带着新的精品作品回归时，那些关于她退圈、过气的猜测，也自然会随着作品和实力被一一击破。很多人看到赵丽颖已经14个月没有进组，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要淡出娱乐圈了？可认真回头看看她这些年的作品，我反而觉得这更像是一个演员终于拥有了选择生活节奏的底气，而不是失去了工作的机会。赵丽颖一路走来，从来都不是靠营销站稳脚跟的人。她经历过跑龙套，也经历过外界的质疑，却始终用一部又一部作品回应所有声音。花千骨让无数观众记住了那个善良坚韧的小骨，楚乔传创造了现象级热度，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的盛明兰直到今天依然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角色。而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又让大家看见了她完成从古偶女主到现实题材实力演员的转型。到了第20条，她甚至愿意放下偶像包袱，仅凭有限的台词和大量细腻的肢体表演塑造人物。这种不断突破舒适区的勇气，比任何宣传都更有说服力。也正因为如此，当她在小城大事杀青之后选择放慢脚步，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20年的高强度工作，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长假，任何人都会感到疲惫。他曾经说过，是自己主动停下来，只是想换一种生活方式。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却透露出一种成熟。过去的赵丽颖总是在赶时间、赶戏、赶通告、赶宣传，而现在的她更愿意陪伴家人，陪孩子成长，也愿意给自己留一点发呆、骑车、晒太阳的时间。其实，一个演员最难得的不是一直忙，而是在最红的时候，还能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娱乐圈每天都有新的流量出现，很多人害怕被遗忘，于是拼命曝光，拼命营业。但赵丽颖似乎越来越明白，真正能够留住观众的，从来不是热搜，而是作品。今天打开视频网站，他过去塑造的那些角色依然有人反复重温，很多年轻观众甚至因为这些经典作品重新认识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难以替代的价值。不少人把14个月没有进组理解成事业停滞，我却觉得这更像是一段沉淀期。他不是没有剧本，而是开始认真筛选角色，不愿再重复过去已经成功过的类型。对于已经拥有飞天奖、金鹰奖、百花奖等重要荣誉的他来说，数量早已不是追求，真正重要的是下一部作品还能不能给观众带来新的惊喜。这样的标准虽然会让等待变长，却也让人对他未来的每一次回归充满期待。更重要的是，赵丽颖现在依然拥有很强的市场认可度，影视项目仍在推进，品牌合作也持续增加，这说明行业并没有忘记她。恰恰相反，当一个演员可以不用依赖高频曝光，却依然拥有稳定的商业价值和观众基础时，说明他已经进入了职业生涯新的阶段。他不再需要证明自己，而是在等待真正值得投入的作品。我一直觉得，
真正优秀的演员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年轻时拼命积累，到了成熟阶段，则更加珍惜每一次创作机会。留白不是退出，而是为了下一次更精彩的出现。那些经典角色已经成为他职业生涯最坚实的底牌，也给了他拒绝平庸剧本的勇气。所以，与其说赵丽颖正在慢慢淡出荧幕，不如说她终于学会了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曾经的她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一个又一个角色，如今终于有时间去感受生活，陪伴家人，调整自己。当一个演员能够从生活中重新汲取力量，再回到镜头前时，往往会带来更加真实、更有厚度的表演。我相信，大多数喜欢赵丽颖的人，其实并不在意她一年拍几部戏，也不会因为短暂的空窗期就改变对她的支持。大家真正期待的是，下一次她再次站在镜头前时，依旧能够带来一个令人难忘的新角色。毕竟，经典从来不是靠数量堆出来的，而是靠一次又一次真诚的创作沉淀出来的。对于赵丽颖来说，14个月的等待，也许只是下一段精彩旅程开始前的一次深呼吸。当她再次回归的时候，相信观众记住的依然不会是那些关于退圈的传闻，而是她用实力塑造出来的新经典。女星赵丽颖生图流出，真实状态曝光。女星赵丽颖这组无滤镜生图一流出来，谁看了不感慨？一句圆脸大女主的底气是真扛打啊！38岁的她在原相机对脸拍下，皮肤透着常年拍戏风吹日晒后的真实质感，眼角细纹清清楚楚，却半点不显垮，反倒衬得那双大眼睛里的光更沉稳了。看她穿着剪裁利落的礼服往那一站，下颌线利落清晰，肩颈线条是常年健身练出来的驼背直角肩，腰肢纤细却有力量感，不再是早年姗姗来了李纯甜软糯的薛珊珊，多了份风吹半夏许半夏那种前世王八蛋，我们要尊重梦想的飒爽气场。生图里偶尔被拍到微圆的脸颊，淡淡的疲惫感，反而让人觉得亲切真实，仿佛在笑着说，别拿精修图卡我这可是实打实熬出来的鲜活。说起赵丽颖的成长，那真是一路从河北廊坊的田间地头拱出来的励志范本。1987年出生的她中专学航空服务，做过销售助理。2006年拿雅虎搜星冯小刚组冠军入行。早年跑龙套，在《金婚新还珠格格》里演没名没分的小配角，被业内泼冷水，圆脸演不了大女主。她憋着一股倔劲儿在《陆贞传奇》里搏命演，在《花千骨》里哭戏熬到眼神充血，一句别让我抓住机会，一旦有，我一定会拼命抓住，成了她前半生的注脚。从被群嘲到凭知否盛名兰，风吹半夏许半夏拿下金鹰，飞天双料视后，甚至跨界电影第20条演听障母亲郝秀萍拿百花女配。她用20年把我没有靠山，自己就是山这句狠话硬生生活成了现实。最戳人的是她那份从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清醒与钝感，面对生图争议从不玻璃心，那句别人怎么说话那是别人的自由，能不能让别人闭嘴才是我的本事，透着股河北姑娘的硬气。她不再硬挖少女感，坦然露着眼尾细纹，私下被偶遇穿平价牛仔裤粉发遛弯，遇到路人打招呼就弯眼笑，片场间隙偷摸练瑜伽力量训练，把光鲜亮丽是别人的眼光，脚踏实地才是自己的日子揣在怀里。从龙套7年的赵小刀到如今监制加主演的赵姐，她用满脸的真实状态告诉所有人，美不怕生图检验，怕的是心里没了往前拱的劲儿。皮囊终会随岁月松垮，但眼里的光与手里的作品永远不会骗人。赵丽颖用半生把圆脸的劣势熬成辨识度的王牌，告诉姑娘们，真实的状态才是最顶的滤镜。很多人看到这组赵丽颖的无滤镜生图，第一反应不是惊讶，而是一种久违的踏实感。如今的娱乐圈，精修图越来越精致，美颜越来越夸张，真正能够经得起原相机考验的演员反而越来越少。而赵丽颖这一次的生图，却让人再次相信，一个演员真正的魅力，
从来不是零毛孔、零皱纹，而是经历岁月之后依然能够让人移不开眼的真实。仔细看看照片里的赵丽颖，没有刻意磨掉眼角细纹，也没有把脸修成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38岁的她，脸上多了一些成熟的痕迹，眼神却比年轻时更加坚定。曾经那个因为圆脸而被质疑撑不起大女主的女孩，如今已经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实力演员。时间没有带走她的魅力，反而让她拥有了一种年轻时没有的从容与厚重。我特别喜欢网友说的一句话：赵丽颖的脸越来越有故事了。这句话真的特别贴切，因为她脸上的每一点变化都不是岁月的负担，而是这些年不断挑战角色留下的印记。从陆贞传奇的陆贞，到花千骨的花千骨，再到知否的盛明兰，风吹半夏的许半夏，每一个角色都像是在她脸上刻下一道成长的痕迹。如今再看到她站在镜头前，已经很少有人只讨论她漂不漂亮，更多的是期待她下一部作品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最让我佩服的是赵丽颖这些年一直没有活在别人的审美标准里。别人嫌她圆脸，她没有去迎合；别人说她不够洋气，她也没有盲目改变；别人开始讨论她有没有法令纹，有没有疲态，她依旧大大方方站在镜头前。因为她知道，一个真正优秀的演员，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而不是靠修图软件。其实赵丽颖身上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颜值，而是那股永远不服输的劲儿。她不是科班出身，没有显赫背景，也没有所谓的资源加持。从默默无闻的小配角开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每一次机会都是自己拼出来的。别人看到的是她如今的成功，却很少有人记得，她曾经跑了很多年龙套，也经历过无数次被否定和质疑。正因为经历过那些低谷，所以今天看到她依然保持着努力的状态，才更让人觉得敬佩。如今的赵丽颖已经不再执着于少女感，她开始接受年龄带来的变化，也开始享受演员不同阶段的魅力。脸可以没有20岁时那么紧致，但眼神一定比20岁更加坚定。皮肤可以有一点岁月痕迹，但作品一定比年轻时更加成熟。这种坦然面对时间的态度，比任何昂贵的护肤品都更有吸引力。看着她最近几年的作品，其实能明显感觉到，她已经把重心放在角色塑造上，而不是外形包装上。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电影作品，她都愿意尝试不同类型的人物，甚至为了角色改变形象，调整状态。这样的演员，才是真正把职业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流量放在第一位。更难得的是，赵丽颖始终保持着一种普通人的亲切感。活动现场会认真和粉丝打招呼，被偶遇时没有明星架子，面对各种网络评论，也很少急着解释或者回应。她似乎越来越明白，与其花时间证明自己，不如把时间留给下一部作品。当一个演员拥有足够多优秀角色的时候，所有质疑都会慢慢变成掌声。所以这次看到赵丽颖的生图，我真的一点都不觉得失望，反而觉得特别欣慰。因为照片里的她没有刻意迎合任何人的期待，而是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最真实的自己。她或许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满脸胶原蛋白的小姑娘，但她却成为了更加有力量、更有故事、更值得尊敬的演员。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从来不是一张永远年轻的脸，而是一颗始终热爱表演、不断突破自己的心。赵丽颖这些年的经历，恰恰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美，不是停留在青春里，而是在岁月流逝之后，依然能够保持眼里的光、心里的热爱，以及面对未来的勇气。这样的赵丽颖，也许不是娱乐圈最完美的女明星，却一定是最真实、最让人愿意一直支持下去的演员之一。赵丽颖修整后短发惊艳亮相纪梵希活动。Hello 呀，宝贝们！7月15日，作为纪梵希全球彩妆与香氛代言人，
赵丽颖亮相上海段光意境品牌活动，这也是她休整数月后的首度公开露面。此次照片由摄影师任心宇拍摄。赵姐此次身着纪梵希2026秋冬黑色缎面蝴蝶结镂空露背长裙，搭配发型师方可打造的眉上刘海 Bobo 短发，妆容由新秒设计，淡雅精致。利落的短发搭配优雅长裙，营造出可盐可甜的反差气感。紧致的脸颊与小臂让网友直呼，果然赵姐一直有在锻炼。还有很多网友把她比作动画角色里的泡芙小姐。而摄影师任心宇也是精准捕捉到灵动的画面，极简的造型设计凸显出优越古香，减法美学，值得称赞。时隔数月，这次的赵姐可以称得上是有效出镜。感叹号，期待下次遇见。感叹号，看到赵丽颖这次在纪梵希活动上的亮相，我最大的感受并不是她变美了，而是她身上那种越来越从容、越来越坚定的气质，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休整数月之后，她没有选择高调回归，也没有刻意制造话题，而是以纪梵希全球彩妆与香氛代言人的身份，在上海段光意境活动中安静出现。黑色缎面露背长裙搭配眉上刘海 Bobo 短发，没有夸张的珠宝，没有复杂的造型，却让人第一眼就移不开目光。这种极简风格反而把她的古香优势和高级感完全释放出来。最让我惊喜的还是这次的短发。很多演员剪短发都会失去辨识度，但赵丽颖却剪出了属于自己的味道。利落中带着温柔，干练里又保留了一丝少女感，配上黑色缎面长裙，既有电影女主角的高级气场，又不会让人觉得距离感太强。难怪不少网友说她像泡芙小姐里的角色，那种灵动、俏皮又独立的感觉确实很贴切。当然，更令人佩服的是她真实的状态，没有过度修饰的脸部线条，紧致的脸颊，纤细却有力量感的小臂，都能看出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运动习惯。38岁的她没有刻意追求所谓的少女感，而是呈现出一种健康、自律、自信的美。这种状态比任何滤镜都更有说服力。摄影师任心宇这组照片也拍得非常精彩，没有复杂的背景，没有刻意营造华丽氛围，而是利用光影和人物本身的情绪，把赵丽颖身上的松弛感与高级感完整记录下来。很多画面甚至有一种电影剧照的质感，让人越看越耐看。其实一路关注赵丽颖的人都会发现，她这些年的变化不只是外形，从花千骨楚乔传的少女英雄，到风吹半夏幸福到万家等现实题材作品，再到如今越来越成熟自信的公众形象，她一直在不断突破自己。如今的她已经不需要依靠夸张的造型或者频繁曝光来证明存在感，而是用作品、状态和气质告诉大家，真正的魅力是时间沉淀出来的。所以这次休整后的首次公开露面，给人的感觉并不是久违了，而是她回来了，而且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没有刻意迎合潮流，没有拼命制造热搜，却依然轻松成为全场焦点。这或许就是赵丽颖如今最大的魅力。她越来越懂得享受生活，也越来越懂得如何与自己相处。当一个演员拥有这样的底气时，无论是长发还是短发，无论是甜美还是酷飒，都能散发属于自己的光芒。期待下一次见到赵丽颖时，她不仅带来新的造型，更能带来新的角色、新的惊喜。对于喜欢她的人来说，等待从来都值得。7月19日，要去珠海看赛车的摩托姐姐看过来，王一博专属大巴车应援公告来喽！这次在珠海举行的王一博应援活动可以说很热闹，粉丝们对偶像的支持特别热情。这次的亮点主要是粉丝们为王一博专门准备的大巴车应援，还涉及到在比赛现场的各种配套服务和细节安排。活动的组织挺有条理的，发车时间、地点都安排得很好，考虑周到，粉丝们都能高效又开心的参与，安全也得到了保障。
安排合理的发车地点和时间，说明主办方很在意粉丝体验，也反映出他们专业的管理水平。从粉丝的角度来看，对王一博的喜欢完全展现在对摩托姐姐的忠诚上。这个应援风格很有创意，也反映出粉丝们深厚的感情。这种满满的热情让现场的气氛更火热。粉丝们尽管天气很热，还是坚持呐喊，挥舞着应援道具，真是让比赛的气场更浓厚，也展现了粉丝文化的凝聚力。现场的喊声不断，粉丝的热情可以说是比赛的一大动力。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比如签到人数或热度调查，但从现场的人流和气氛来看，粉丝的参与度挺高的。天气很热，粉丝们还是坚持来现场支持，说明他们对王一博是真喜欢。之前类似的活动经验告诉我们，参与度在高峰时也会被天气、交通或者组织影响，但这次珠海的粉丝表现出来的热情确实挺让人感动。比赛能顺利进行，也离不开各种配套措施，比如场地准备了水站、休息区，还有应援的道具，确保粉丝舒服又安全。现场还安排了互动环节和应援活动，粉丝们反响积极，让整个比赛气氛更高涨，也让大家觉得更有归属感。粉丝们的热情带动了现场的氛围，也提升了比赛的娱乐性。至于王一博在比赛里的表现，虽然这次没详细介绍，但可以想象粉丝的支持会给运动员带来精神上的激励。如果王一博状态不错的话，粉丝的应援能帮他更好发挥，反过来也会让他表现更出色。反之，紧张或者压力也可能会影响状态，但总体来说，粉丝的支持是正能量。粉丝的集体行动不仅仅是呐喊和情感表达，也可能会对比赛节奏有点影响。现场的热闹气氛能激发运动员的斗志，让他们在关键时刻更拼命。如果团队或者运动员能巧妙利用这种氛围，可能在比赛中拿下更好的成绩。比赛的策略也许会考虑到现场的气氛，用这种正能量去影响比赛结果。这次的比赛能搞得这么成功，除了比赛本身精彩，更重要的是粉丝的支持和周边服务到位。未来要是继续办的话，主办方可以继续改善应援体验，提升组织效率，鼓励粉丝理性应援，保持良好的秩序。这样不仅能增强粉丝凝聚力，还能推动比赛文化更丰富多样。其实，这类应援活动不仅让粉丝感觉更紧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赛事的品牌影响力。以后珠海作为重要的比赛场地，可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应援系统，提升服务水准，同时合理引导粉丝表达，注意安全和秩序，让比赛更顺利、长久发展。而比赛团队也要结合现场反应和数据，不断调整策略，既保证运动员的表现，又让粉丝互动更有趣，形成良性循环。这样，赛事和粉丝之间的关系会越变越好，比赛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王一博每一次站上赛道，总能让人真切感受到什么叫热爱会感染热爱。距离 China DT 珠海站比赛越来越近，还没等正式开赛，摩托姐姐们就已经把应援氛围提前拉满。这一次最让人眼前一亮的，不是铺天盖地的口号，而是专门为前往珠海观赛的粉丝准备的专属应援大巴。看到应援公告公布的那一刻，真的会忍不住感叹，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观赛活动，更像是一场属于所有热爱赛车、热爱王一博的人共同奔赴的盛会。最打动人的地方，其实不是大巴本身，而是背后体现出的细致和用心。从集合地点到发车时间，从路线安排到现场接驳，每一个环节都尽可能考虑到了粉丝的实际需求。对于很多远道而来的粉丝来说，这样的安排不仅节省了时间，也减少了交通压力，更重要的是提升了整体观赛体验。大家能够安全、有序地抵达赛车场，把更多精力留给比赛本身，这份贴心远比简单的应援更加有意义。一直觉得
王一博的粉丝文化和很多流量明星有所不同。摩托姐姐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陪伴成长的意味，从最初支持她的舞台，到后来支持她的电影、纪录片，再到如今陪着她征战赛车场，大家喜欢的不只是明星光环，而是那个不断突破舒适圈，敢于挑战自己的王一博。也正因为如此，每一次应援都不是简单的举着灯牌喊口号，而是真正陪着他一起奔赴梦想。很多网友都说，现在的娱乐圈最容易的是待在舒适区，拍综艺、接代言、参加活动，既轻松又能保持曝光。但王一博偏偏一次又一次选择最辛苦的道路，从电影拍摄到纪录片，再到职业赛车训练，每一步都需要付出远超常人的努力。赛车更不是靠流量就能征服的领域，赛道不会因为你是明星就降低难度，计时器也不会因为人气高就快1秒。能够站在那里，本身就是实力和坚持的证明。也正因为如此，这次珠海站比赛才会吸引如此多的人关注。很多原本并不了解 China GT 的人，因为王一博开始关注赛车。很多第一次走进赛车场的观众，也因为他感受到赛车运动的魅力。一个人的影响力，不只是拥有多少粉丝，更重要的是能够带动多少人认识一项运动，了解一种文化。过去不少人觉得赛车只是小众爱好，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讨论 GT 赛车，讨论赛车规则，这种影响其实远比简单的热搜更加珍贵。虽然目前比赛还没有正式开始，但仅仅从现场准备情况就能看出，这次珠海注定会十分热闹。炎热的天气没有浇灭大家的热情，大家依然愿意顶着高温来到现场，只为了亲眼看看85号赛车冲出发车线的那一刻。有人提前准备好了应援旗帜，有人制作了横幅，还有人安排好了统一观赛计划。这样的画面看着真的特别温暖，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呐喊的不只是一个明星，更是一位真正站在赛道上追逐梦想的赛车手。当然，理性的应援同样值得点赞。无论是主办方准备的饮水点、休息区，还是各种现场保障措施，都体现出大家越来越重视安全和秩序。真正成熟的粉丝文化，从来不是制造混乱，而是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把最好的支持送给偶像。这样的氛围，也让更多路人开始重新认识王一博的粉丝群体。其实，粉丝的欢呼声虽然不会直接改变赛车的速度，却能够给予车手巨大的精神力量。当王一博戴上头盔，坐进驾驶舱之后，耳边或许已经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但他一定。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